那今天呢，我们教你怎么把纹身图的基本流程玩出花来。那纹身图的基本流程呢，其实呢，我一般会认为是采样和放大两个过程。那纹身图的基本组件呢，无非就是一个模型、一个 VAE、采样器、编码、解码的这样一个过程。那里边有什么应用的技巧吗？其实呢，这里边呢也是有不同的组合方式的啊。今天呢，我们会教你3套组合拳。那每一套组合拳，它最终的效果呢也是不太一样的。我在这儿呢，不能说哪个最好，因为当你看过之后，你会发现呢各有特点。那你只需要选一个你最合适的。那在放大这个环节呢，我会教给你一个超级无敌的放大技巧。那用这个放大模型放大的图片呢，那是无可挑剔。那你会用它吗？我们现在说还有点早啊，等我讲完之后，你看一下你会不会用它。这儿呢，我们介绍3个工作流，这3个工作流呢是3种不同的采样器的一个搭配方式，我们都可以产生比较好的效果。另外的话呢，也会给大家介绍一种顶级的纹身图以及放大的方式。搭建这个工作流呢非常的简单，但是我讲完之后，我相信大家也不会去用。那原因呢？那我演示完之后呢，大家自然会明白其中的原因。好，下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最简单的模型配置的部分。首先呢是模型的加载器，这个模型的加载器呢，我这儿选择的是一个亚洲人物的一个大模型，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工作流呢是针对于大模型的。当然这个模型的选择呢，你只要能生成比较好的写实性的人物就可以了，因为呢我们是要验证每一个工作流产生的写实的这种效果，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并不建议大家选择 3D 的呀或者卡通的这种类型。另外呢，我这儿有一个 Stop at Clip Layer， 也就是我们在第几层停止，这个呢我们选的是负2，这也是我们纹身图里边一个常用的设置。那分辨率呢，我们是768×1024，同样我们单独的加载了 VAE 的编码器，这个呢是一个大模型的编码器。那在提示词的部分呢，我们这儿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提示词。那么为了保证质量呢，我们加了 Masterpiece 和 Best Quality 这2个选项，并且呢我们进行了相应的一个权重的提升。那同样大家注意，我这个 Clip Text Encode 呢是一个增强版的，所以说呢它可以设定我们这个权重的一个解析方式。这儿呢我们为了保证和 Web UI 一致，所以说这儿我们选的是 A1111， 当然也可以选择其他的。那反向的提示词呢是同样的。那我们看一下这项提示词的部分，是一个亚洲的女孩在一个窗户的旁边，同样呢我们希望她是一个时尚的一个模特这样一个形象。那另外呢有着非常漂亮的面庞，非常精致的面容。另外呢我希望她有一个比较好的光影因为呢我们要验证整个的这种模型表现的细节嘛，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光影呢会更丰富一点，所以说呢我这儿加了 Lighting and Shadow Art， 然后呢长头发。另外呢我们采用了一种柔和的氛围光，我这儿加了一个词叫 Close Mouth， 这个是因为有的模型呢在展现牙齿的部分的时候呢表现的并不是特别好，有的时候它并不能特别精细的展现牙齿，所以说呢我尽量的让它闭着嘴不把牙齿给露出来。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呢来组成一个基本的 pipe，就是基础的管道，传递到下边3个不同的工作流里边。我们先看最简单的一个工作流，这个呢就是我们平时纹身图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一个普通的采样器。当然为了方便对比它们的效果它们的种子呢我选的都是一样的，采样步数也一样。在这个组合里边呢，我们采用了最常见的欧拉采样器然后直接给它解码出来。那这个大模型出来的效果大家去看一下整体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放大去看呢，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不够精致的。你注意脸的这个细节部分，尤其是嘴和牙齿这个地方很明显是比较模糊的，所以说这种东西的话呢，我们构建起来是最简单的，那出现的效果呢也基本上可以接受所以说它就成了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它的效果并不是最好的，那如果你希望它更精细一点，可以尝试下边这种方式。下边这个方式相对于上面来讲，我们的采样器呢发生了变化。那这个呢我们一般会采用 Keras 的这种调度器那采样器呢你就可以随意去选，这儿我选的是 DPM-PP2M 这样一个采样器。另外我这儿加了一个提示词相关性的调度器，因为我们的提示词的相关性默认是8，而我这儿有一个线性的调度器，这儿的值是5，也就是说它在采样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值会逐渐的从8平滑的过渡到5，而且这个过渡方式是线性的。因为呢在采样的后期呢，我们希望
提示词的相关性变得越来越小，因为呢前期在构建轮廓，后期呢在出现细节，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后期呢这个提示词不要对细节产生过多的影响。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那你会发现啊，这个呢就更加柔和一点，不像这个那么亮，尤其是你注意高光的这个部分，这个其实更像我们照出来的这个照片，而上面这个呢其实有点像加了滤镜。那我们再看一下一些细节的部分，你注意面部，可以明显的看到面部有纹理，而且嘴唇的部分呢也会更加的清楚。这是一个基本的对比，乍一看可能差不多，但是细节上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我个人呢其实更倾向于后边这种方式，当然可能有的人喜欢欧拉的这种采样效果啊，这个就完全靠个人喜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种方式。第三种方式的话呢就更复杂了。首先呢这个采样器呢并不是一个标准的采样器，这个呢是一个自定义的采样器，所以说这里边呢可以设定的内容并不是特别多。首先呢可以设定种子，可以设定提示词相关性，而其他的话呢需要单独的去设定。那这里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 sampler， 我们的采样器是什么？这儿呢我们同样采用了一个 DPM、PP2M 的采样器，主要是方便和第二个流程进行对比。步数呢我们同样是24步。另外呢我们的这个 Sigma 其实就是我们上面这个 Scaler 这种调度器的一个方式。我们这儿这个调度器呢采用了一个叫做 Golden Scaler， 叫黄金调度器。这个黄金调度器呢是别人开发的一种调度方式，它是一个什么效果呢？我们简单看一下它的扩展的这个部分，这是黄金调度器在 GitHub 上的一个页面，这里边呢对于调度的模式呢进行了详细说明，这里边呢有比较多的公式。其实呢大家不用详细去看这些公式啊，我们主要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呢就是提示词相关性变化的一个曲线。大家注意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而且相对来讲呢比较平滑。这个调度器呢更加复杂一点。那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一种调度器的方式，当然也是经过论文啊或者很多的实践来证明，这种调度方式呢会更加的有效。它这儿也有一些例子，当然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工作流里边，当你安装好这个调度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菜单里边来找到它。大家注意，就是它。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搜一下Golden Scheduler， 也能非常方便的找到它。它呢是连接到我们这个 Sigma 的部分啊，就是代表着调度的一个方式。那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图呢，其实就是那个 Graph 的一个输出。当我们加了这个调度器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自定义的采样器它出来的效果。我们还是对比一下上面跟下边。你注意上边跟下边相对来讲更加柔和，但是下边这个呢相对来讲精细度会更高，我们直观看上去都能感觉出来。比方说我现在把它放一起，很明显，那我们把这个也放一块，大家注意这个呢是最刺眼的，这两个相对来讲都比较柔和，但是呢最后这个更加精细一点啊。比方说我现在放大，我们来看，大家注意皮肤的细节，嘴的这个位置和眼的这个位置，你可以对比一下，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个，其实要清楚很多，感觉一下。当然呢它不会说有特别大的区别啊，但是呢这种小的细节的确决定了整个工作流的一个质量。所以说呢，其实如果你想让自己生成的图效果比较好的，可以采用中间或者下边的这个方式。当然像中间和下边这个方式呢，相对来讲构建起来呢就不那么简单啊，所以说呢很多人会非常直接的就采用第一种方式，这个就看你是不是对细节有比较精准的需求了。那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放大算法。我们这个放大算法是把我们的第三张图，也就是效果最好的这张图给它放大。那它放大之后的效果我们来看一下，你这样看可能比较模糊啊，那我可以放大，大家注意这个就比较清楚了啊。那我们可以用单独的网页把它打开，我现在呢把它放置到原始大小，大家注意，我们先看一下头发的部分、眼睛的部分、嘴的部分，然后注意皮肤的这个纹理，这个非常的棒啊。这个呢放大算法很简单啊，它叫做 LDSR， 这个呢并不需要特别多的流程啊，就是一个节点，我们加载它对应的这个模型，设定采样步数，采样步数呢要求会很高啊，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是设定100步，然后呢有一个下采样的这样的一个算法。那这个算法其实我们在 IP Adapter 里边也用到过，那个 Prepare for ClipVision 那个节点也会用到这样的一个采样算法，它会正反的多次采样，让整个图片更加的精细。那这个算法呢最大的缺点
就是耗费时间特别长。放大这个图片用了多长时间呢？用了20多分钟。所以说呢，这个虽然很简单，但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很少去用，除非你是做一些演示性的东西啊，或者说你要做一些实际的产品，可能才会用到它。这个算法呢，会被称为到目前为止质量最高的一个算法。注意，只能说是质量啊，它的速度呢也是最慢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Config.io 关于这个放大算法的一个插件啊，这里边说的很清楚，说 LDSDR model 呢已经众所周知啊，被认为是最好的放大模型，但是呢，它需要太多的资源和太多的采样步数，所以说用起来呢会很慢，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不用的原因啊。它不管是放大真实的图像，还是放大我们的卡通图像，这个效果都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呢，通过刚才我的介绍，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在使用一个工作流的时候呢，可以采用最简单的，也可以采用相对复杂点的，也可以采用最复杂的这种。那一般呢，我会把这个流程叫做纹生图的一个顶配流程，它的这种顶配呢体现在整体的效果上，但是它耗费的时间呢也是最大的。所以说呢，我们经常说性价比就是这个样子，你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是我们只会选那个最合适的，不会选那个最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讲了3种采样器的一个组合技巧，那包括最普通的采样器，那也包括2个带调度器的采样器，它生成的图像呢也不太一样。那有的呢会更加的注重光影的效果，那有的呢会更加注重细节的表现，并且呢我们实现的这个复杂性呢也是不太一样的。那另外呢，我们介绍了一个超级无敌的放大算法，但是放大一个图片就用了20多分钟。那虽然效果无敌，但是你会发现，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实际的案例里边呢，我们很少会用它。所以说呢，我们不选最好的，选的是那个最合适的。好，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